继续打，又一个，继续打！哎呦，晃人，好了，裁判终止了比赛。注意看，是什么导致这个日本选手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就在刚刚，他被中国火麒麟徐彦炮轰上百拳，打成了重度脑震荡，连续打跪3次，彻底怀疑人生。然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在媒体发布会面前，瞧不起中国选手，当众大放厥词，表示打中国选手完全不用做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孙子。好，各位喜欢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看暴打小鬼子的精彩比赛啊，本场比赛你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这场比赛是中日格斗史上交战史上最精彩也是最具有含金量的一场比赛。好，左边选手来自于中国的火麒麟徐彦，那么右边选手便是日本的 K1 世界冠军、世界排名第3的山本由尼。观众朋友们，此人的身份和背景非常的不简单，说出来您绝对会吓一跳。没有错，此人正是日本抗战时期的海军总司令山本56的后代。好，提山本56，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恨的是牙根直痒痒。那当然，包括我在内，听说对方是山本56的后代，我这也是气得不行啊。好，这里不要少说，比赛已经开始，看一下蓝色拳套、黑色短裤，中方选手火麒麟徐彦。这场比赛，徐彦被日本官方请过来，完全就是给这个山本由尼当小怪当垫脚石，刷战绩用的。因为日本官方有意把他捧为世界第一，但是本场比赛观众朋友们让日本官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徐彦他并没有按剧本走，并没有让对方随意宰割。我们注意看这个山本由尼打的是闲庭信步看起来是很放松，完全是没有集中精神，而且双手放得很低。包括赛前这个家伙，这个小日本子也说了说他不需要防守打中国球太简单了，防守没必要。哎呦，这个家伙还展开双臂嘲讽我们，不愧是日本老鬼子的后代非常的猖獗。而且这个山本由尼呢，经常在媒体面前提起他的祖先提起这个山本56，他表示这是他们家族的荣耀。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小日本子的鞠躬，也不要相信小日本子的道歉，以及小日本子所说的这个悔过，都是一帮披着羊皮的狼个个心狠毒辣，心肠歹毒。我们早晚有一天会让小日本子付出惨痛的代价，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好，徐彦连续进攻，连续的进攻，哎呦，打退了。比赛开始，徐彦的进攻上让这个小日本子完全招架不住。对方说好的不防守说是不防守，但是把双手却很自觉的举得很高。主厨的鸭子嘴很硬，但是身体很诚实。好，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20秒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相信台下的日本官方已经是看得汗流浃背了。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漂亮一个徐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会打得这么猛。70kg 戦線3月17日の後楽園ホール大会では王者健太が広安弘相手に防衛戦を行います。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了。希望屏幕前的您千万不要眨眼，因为第2回合非常的精彩。好，我看这一回合对方的山本这个小鬼子进攻上打得比较凶了，他是想把第一回合丢掉的脸面以及丢掉的气势打回来。
我们注意看徐嫣的打法跟风格呢，他是偏泰式啊，泰拳会多一些。好漂亮！哎，前手平手打中了，对方有些晃。好的，勾拳连续的，哎呦，哈哈，哎呦，小日本怎么跪下来了？什么造型？好，台下的日本观众已经是，哎呦，张大了嘴巴。但是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这个小日本子已经是不太行了啊，还要打，那就继续收拾你。哎呦，又一次，哈哈哈，不行了，这个哎呦，山北油泥，有打哭了吗？这是强颜欢笑啊，还在勉强支撑，但是眼泪已经在眼圈里打转了。没事，想哭就哭吧，打中国选手哭也很正常。第二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徐嫣如果想要去 KO 对手的话，那这个时间是非常充足的。追着打，千万，哎呦，再一次打跪下来了，还想站起来，但是裁判拦住了他。第二回合1分37秒，让我们恭喜徐嫣，观众朋友们。哎呦，3次击倒，这是比赛规则。如果3次击倒，3次读秒，那么直接会终止比赛。台下的日本观众此时已经是看傻眼了。好，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已经是躺到了地上，非常精彩。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中方选手徐嫣啊，打得非常的解气。要知道这可是日本的擂台啊，我们中方选手能够打出这么精彩的比赛，实属不易。这个时候对方已经不行了啊，是真的没有防守了，用脸去接拳。好，精不精彩，解不解气，观众朋友们，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15岁时就斩获全国太极比赛冠军，淡泊名利，一度引入深山焦土，宣扬太极拳法，击败过无数前来中国踢馆的老外，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不败王者，在他这儿通通撑不过1回合。他就是中国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然而就是有老外不信邪，你们中国人就是一帮矮小的东亚病夫，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说出这番嚣张言论的正是来自波兰的拳王萨科维奇，绰号巨人王，身高1.93米，一般的选手根本是无法近身。而面对萨科维奇的嚣张挑衅，我们的韩飞龙则表示多说无益，拳坛见真章。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波对局，我们的中国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大战波兰拳王萨科维奇。可以看到啊，身穿白色长裤的就是我们的韩飞龙。哎呦，不愧是太极拳实战第一人呐，这一个单腿抓得非常漂亮。而对手身高1.93米，穿着黑色短裤的就是波兰拳王萨科维奇。监护。从这个可以看到啊，这个萨科维奇啊，长得真是太高了，这极长的臂展跟腿长，对于韩飞龙来说，确实是一次艰难的挑战。公分的这个差距啊，对，其实1.80米的身高也是挺高大威猛的，但是站在这个1.93米的面前，就显得有些瘦小了。是的，这一次呢，峨眉传奇栏目组呢也是。可以看到啊，萨科维奇也很聪明啊，与这个我们的韩飞龙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自己这个腿长的优势，疯狂的对我们的韩飞龙使用低扫，就回到陈家沟了。这一次回去拍小片，也顺便跟看到以前的师兄师弟也有一些太极上的切磋啊交流，他感觉这种我们的飞龙也是尽可能的压缩对手的生存空间，找一个破绽，找一个时机。韩飞龙还是动作很迅速啊，往前压的也很紧。哇，但是这个扫踢相对于这么高的身高来说，就显得有一些距离不够了。对，韩飞龙呢，在我看来是把传统武术太极和自由搏漂亮，又是抓单腿。这一次低扫啊，差一点意思，好拳是没把这个萨科维奇给击倒。这萨科维奇的底盘还不错呀。
很硬。但是呢，这个反应很快啊，马上进行转身，试图出一个转身动作，但是距离还是不够。这个萨科维奇距离真的是太远了。是的，这个韩飞龙就要考虑到不要再好的突进，打一个近身缠斗。可以看到我们的韩飞龙很聪明啊，没有一直与对方这个拼腿，这个距离太远，韩飞龙每次失腿都容易这个走空。一旦出来之后再想进去，哇！哎，刚才韩飞龙用了一个空手道的一个技法啊，它是一个转身的摆腿，但是哎呦，小心！可以看到我们韩飞龙这么一起啊，萨科维奇一脚就给我们韩飞龙蹬到一边去了，确实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在 K1 的擂台上啊，过去的这个 K1 之王啊 ，GP 之王，漂亮高扫终于命中。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可以看到我们韩飞龙这个主要的有效攻击基本都是抓单腿打一个近身。那么面对这个萨科维奇呢，我们的韩飞龙可能在第二回合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战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的，漂亮一个半腿。但是这个裁判拦了一下啊，好像是有一些犯规。我们的韩飞龙也是，哎呦，这个回旋踢对手太高，而且这个底盘也稳。但是我们的韩飞龙依旧是选择抓腿。这几次摔击啊，萨科维奇应该也是有一些发懵了。虽然刚才那个接腿摔啊，并不被列入这个技术得分这个评判标准之内啊，但是可以有效的打断对手进攻的节奏。对，而且在气势上也是占有优势的。好，连续组合，这个组合拳跟得很快啊，但是每一次，韩飞龙接组合拳接腿啊，那个腿总是显得腿会很短，因为对手这个上半身后仰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这几记回旋踢啊，颇有一点邱建良的味道。但是我们这个韩飞龙嘛，大家也知道，太极拳实战第一人啊，擅长是以慢打快啊，以弱胜强，四两拨千斤，很厉害的。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面对这个大个子萨科维奇。曾经用这个腿法 KO 了很多 K1 的 GP 的高手。韩飞龙想使用一个从上至下的一个劈腿。哇，这个后手拳真的起的距离太……扫踢。萨科维奇一直在不断的利用一些拉开动作的距离啊，跟韩飞龙保。我们的韩飞龙也有一些难受啊，这个萨科维奇也是很狡猾，不停的后撤。这退到栏边之后，这个不用考虑到背后的问题，这个进攻也很方便。对，韩飞龙就是在对手露出破绽的那一刹那进去，得点动作，哇，这个蹭蹬很轻松的就踢到了韩飞龙的头部。对，双方换腿，韩飞龙再次低扫，并不占有优势。这么远的距离起上勾拳。那么距离第二回合结束还有20秒左右。这个蓝锋选手来自波兰的萨科维奇，他就是这种泰式的打法，喜欢打这种远距离，充分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而且他生于波兰，在英国居住了9年，在泰国也居住了1年，一直都是想打很多的比赛，所以来到中国。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资料显示。非常漂亮，这一记回身踢正好踢在了这个萨科维奇头部。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韩飞龙也是秉承着第一回合这个战术，一直是抓单腿打摔，逼对手近身啊，也是打得非常的辛苦啊。萨科维奇的防守确实是这个凭借身体优势做得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我们的韩飞龙能不能战胜这个萨科维奇。第3局比赛开始，转蹬，韩飞，好，转身边拳打到，
这场比赛对于韩飞龙的考验就是在各种破绽当中来出击，才能打中对手。萨科维奇也开始这个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了，继续，哎呦！但是我们的韩飞龙啊，抓单腿这个太绝了啊，反应速度很快。进去。是的。哇，再次转身的这种腿法。所以这对于韩飞龙最大的考验在于他，每一个动作并不是说蓄积好力量准备好的，他是要找这个时机才能打进去。对方出击这个机会啊，随时把握住，随时可以进攻发力。可以看到我们飞龙这个体能消耗也有一些严重了，开始后撤打一打游击，恢复一下自己的体能。萨科维奇每出一个动作啊，韩飞龙想要避开的话，往后撤这个距离相当大。哇，漂亮！我们韩飞龙一记回身踢，直接是击负了萨科维奇，当场倒地。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裁判，看一下萨科维奇萨科维奇再一次站起来了，这抗击打能力相当不错啊。对，萨科维奇似乎被韩飞龙的这一记踢裆的动作激怒了啊！上来之后，这个无论从表情上还是这个动作输出上啊，都怒气冲冲的。但这个擂台上还是要保持理智的，不然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不止掉了。场上真是状况连连。对，漂亮一个连续的追击。我们的飞龙也是不打算给这个萨科维奇太多机会啊！之后，而且是自己的优势的一个局面。哇，漂亮！这个假动作很出色啊！对，我们看的可以清晰的看得出来，韩飞龙是眼睛瞄着对手的腿部，把对手的防御重心放在下半部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击打他的头部。还是要小心一点儿。虽然是最后一个回合了，但是防守还是要做好。对，有点高度没有掌握好，有点过高了这个高骚。整灯。这个萨科维奇在此时有点战斗意识有点削弱了。其实他这时候猛的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迫于漂亮扫腿，这一记低扫非常的漂亮，直接将萨科维奇再次击倒。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我们看一下回放啊。这个韩飞龙也是秉承了前3回合的战术，不停的抓击这个萨科维奇。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方胜。好的，让我们恭喜韩飞龙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擂台上穿着红色短裤的正是 WMC 泰拳世界冠军佩查差。此人打法极其毒辣，凭借断肠碎骨的重拳，经常把对手打到重度昏迷，甚至猝死擂台。迄今为止，已经拿下了183胜的豪华战绩。如今他已经来到了国际擂台，点名要打中国选手。不料赛事方给他安排了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魏子钦。不料佩查差完全没有把魏子钦放在眼里，更是当众狂言打魏子钦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算输。结果惨被魏子钦狂砸上千拳，当场打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不过本场比赛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呢，的确有点特别啊，哪里特别呢？他才20岁出头，而且他是位咏春拳的正派传承人。好，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穿着橘色战袍，这位小将很高啊，很瘦哦，像一个竹竿一样啊，他就是中国小将咏春拳传人魏子钦。正是因为魏子钦呢长得像竹竿一样很瘦小啊，所以说被红方选手这个黑色裤衩的泰国拳王佩查差一顿羞辱。他说我们太瘦了，太年轻了啊，毛还没长齐。打我们完全不用啊，防守一下是孙子啊，就算输。哦，好，这个家伙的确很狂。就算是铁人罗唐，我感觉啊也不敢和我们中方选手这么嚣张。好，他敢，
好，这里让我们废话少说，来看双方选手本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连续2个飞膝打的都很准啊，对方真的是不防守。哎呦，哦，观众朋友们，对方的这个，哦呦，佩查柴真是不防守，真是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吹牛啊，今天挨揍了吧？好漂亮，刚刚连续打了就9拳啊，命中主拳。啊，魏子欣要动起来，还是要动起来，因为这个佩查柴啊，哦，这个家伙毕竟是练习泰拳的，和他拼拳，我们还是要吃亏的。我们看魏子欣啊，的确是非常灵活，我看起来很瘦啊，很高，但是打法很飘逸。来到连续的飞膝，想打退对手，但是我们看这个，哦呦，佩查柴，哦，这个下像一头打不倒的牛一样啊，像一口牲口一样，很抗打，很抗揍。好，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当然不得不说啊，这个佩查柴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真的是很强啊。没有错，还是要动起来。哦呦，小心！魏子欣要稳住啊，尽可能还是不要拼拳。这个家伙，我们看上半身啊，他的肌肉维度很扎实啊，明显比我们的手臂要粗很多。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佩查柴右眼啊已经开始打肿了啊，开始鲜血横流。但是我们看这个佩查柴啊，依旧是不做防守啊，仍然是把双手放得很低。我们看这个佩查柴啊，一直在挨揍，观众朋友们，主要还是没办法。他想打我们，想拼拳，但是我们的魏子欣很灵活，你看，不给他太多机会，打完就走。魏子欣要动起来，千万不能恋战啊！和对方拼拳肯定是吃亏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真要是拼拳，我们还真不一定吃亏啊，因为咏春拳啊，它的核心就在于招式小，速度快，啊，打法是比较凌厉的。魏子欣不仅是拳法很厉害，他的肘击啊，杀伤力也是十足。好漂亮，连续前手点刺，但是打不退，对方真的像一头发疯的野牛，而且我们看对方整张脸现在是极其肿胀，好像是刚被这个蜜蜂啊蛰了一顿。
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今天的第3个回合了。那么在前2个回合，魏子金是打了对方啊，我感觉至少胜天拳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我们中国小将啊，蓝方选手橘色裤衩的魏子钦啊，这场比赛能打多少拳？我现在深度怀疑对方的泰国选手他没有痛觉，都被打成这副模样了。我感觉他的妈妈来了都认不出他来，但是他还在追啊，还在你看打不着也要打啊，非常的执着。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佩查拆的整张脸，我的天哪！好的，又是这一次前手，整张脸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啊，血肉模糊。还是不投降，现场裁判也没有终止比赛的意思，因为这个佩查拆啊，他还在打，而且追得很凶啊。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最后的30秒钟。虽然说赛前对方的佩查拆很猖獗啊，说打我们很轻松啊，但是目前来看，他真的是很难啊，真的是太难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有点像当年张伟丽和这个乔安娜打的1分战啊，双方拼的都是血肉模糊。当时张伟丽还把这个乔安娜打成了外星人，但是本场比赛，魏子钦是丝毫没有受伤啊，反观是对手啊，已经是不行了。好，各位观众朋友，比赛终于结束了。这场中泰对局，我们中国小将20岁出头的魏子钦啊，没有想到他的拳法会这么好，而且打得这么准，这么密集。好，这个佩查拆的确是很抗揍啊，在泰国罗唐被称为铁人，而这个佩查拆啊被称为钢人。但是今天被我们的中国小将魏子钦啊打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好，恭喜魏子钦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